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 欢迎大家来到美国 RN 工作 Q&A 的下集。第5个问题呢是，请问在美国工作会很难找吗？如果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找工作呢，我觉得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尤其是跟台湾相比的话。记得当初在台湾大学毕业找工作，基本上可能正式毕业前就已经会去面试，甚至拿到这个工作。医院希望你考完国考还没有拿到执照没关系，就希望你立马进去开始工作。那在美国的话呢，平均找工作的时间大概是4到6个月。我自己大概是经历了4个月才拿到面试的机会，然后拿下这份工作。那找工作找半年以上的也是大有人在。那关于找工作相关的其他详细的资讯呢，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所以呢会将链接放在影片的下方，那欢迎大家去看看。第6个被问到的问题呢，是以学位为跳板的话，会比较容易在美国找到RN的工作吗？根据我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会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不管你是在美国拿到RN 的学士学位或是硕士学位的在校期间呢，你都会有一定学校的资源，比如说一些 job fair， 或是一些学校教授的推荐，或者是学校帮忙安排的面试机会，这些都是你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帮助你找到工作。那第2个原因呢是，如果你拿外国学历，通常你申请医院的工作，第一阶段筛选人员并不是你单位的 director 或是护理相关背景的人，而是该医院的 HR， 就是 human resource 的 recruiter。那他们不会是学护理专业的人，所以当他看到你国外学历的时候，他会有疑虑说你的国外学历是否跟美国的有 match。那当他 hire 你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会担忧说他需要花更多的心力来 training 这个人成为一个 qualified 在医院工作的 nurse。第7个被问到的问题呢是，工作上会有种族歧视吗？其实我在正式进美国医院工作前呢，我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担忧，担心我因为是黄种人、亚洲人，或者是我讲的英文不是我讲的英文有一些口音，或者是我讲的英文并不是当地的美式用语，而会受到歧视的问题。但结果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在美国医院工作这1年多，并没有遇到真正歧视的问题。虽然我应该是我们单位40-50个人里面唯一一个不具美国公民身份的人，但是我的同事们里面呢，也有非常多亚裔的，譬如说菲律宾裔、越南裔，同时也有华裔，比如说他的家族是从上海来的。白人的话也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种族，比如说祖籍在意大利的，或者是波兰。在我所工作的医院，我所处的城市，以及我的工作伙伴们，我们其实种族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彼此不同文化上面的包容性也非常大。老实说，我所工作的单位其实让我觉得像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工作的非常愉快，我跟我的同事也处得非常愉快。那种族歧视来自于病人的话呢，多数我们遇到的是这个病人本身的个性，或者是他有一些身心上面的疾病，而导致他有那样子的言论或者是行为。举例来说，我有同事就遇到过，我的同事是 African American， 那个病人是 African American， 那个病人却对我那个同事有一些言语上的歧视，甚至骂他说你是里面是白人，外面是黑人等等言语上面的种族歧视问题。通常在临床上遇到歧视问题呢，其实并不是这么常见。通常不是针对我个人或者是同事个人，而是说这个人本身他有他的偏见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子的态度。第8个问题呢是，到美国工作最需要具备什么能力？第一个话呢，当然是你的英文的口说能力以及听力能力。所有护理人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不断的与人沟通。
不管是跟你的病人、你的同事、医生，或者是其他医院的其他人员，我觉得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会说一定要有基本英语能力，而是需要有进阶的英文口说以及听力能力，不然你可能会觉得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吃力。有可能你接到 order 并不是纸本或是电脑上，有可能是医生打来，或是其他治疗师打来，需要跟你交班，或者是医生口头上的 order， 这些都是你需要听得非常清楚的，或者是当病人 complain 一些事情的时候，身体上的不适的时候，你也需要及时的理解他们在说什么。那另一个呢，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下功夫学习的是英文的药名，包含它的化学名称，以及美国常使用的厂牌名称。像厂牌名称跟台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以及每一个药名正确的发音。因为我在台湾临床上发现非常多，包含就是发现非常多的是大家都是错误的发音。这些错误的发音，你在美国使用的时候，并就是没有人会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不管是在跟你的同事交班或者是医生沟通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除外。你在跟病人解释这些药物作用以及药物名称的时候，你发音不对，病人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者是他其实只懂一些厂牌的名称，他常用的厂牌名称，或者是一些在药局可见的那些厂牌名称，这些真的是需要下非常多功夫以及时间，一个一个拾起来，一个一个学习的东西。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听说美国都用电话或是录音交班。以我所工作的病房呢，我还没有遇过任何需要打录机或是录音交班的情况。但是电话交班呢是常有的。电话交班呢，通常是发生在你要将这个病人转院，或是转到nurse facility， 转到别的病房，或是你的病人去做了手术或 procedure 要回到你病房之前。不同单位、不同医疗院所，护理师和护理师之间最有效率的交班方式就是电话交班。也有的时候呢，是会接到医生的电话，或是呼吸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营养师等等，向你询问病人状况，或是给你一些口头 order 的时候，也会有接到电话的时候。以我工作的医院为例呢，每个护理师都有在上班的时候都有配置一台手机，就是处理这些电话交班，或者是接电话、接口头 order 的时候使用的。那另外呢，还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目前在伊利诺州芝加哥执业，所考取的伊利诺州执照呢，是不是从纽约执照转换过来，或者是需要什么手续？我知道很多台湾人都会直接考取纽约的执照。破解这个迷思是，我们其实你可以考任何一州的执照都可以，只要台湾地点可以让你考这个电脑笔试，基本上你可以申请任何一州的执照。所以我是直接考伊利诺州的执照，我并没有先考到纽约州的执照才转换我的执照。其他呢，还有一些像是申请执照或者申请学校的一些问题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再考虑做一集回答大家的问题。以上呢就是美国RN工作相关的 Q&A， 希望有回答到大家想知道的问题。内容呢是依据我所工作的医院或是实习的不同医院所综合一些精简的回答。当然，如果有更多更有经验的人想要在下面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大家的收看。